我们的世界可能存在地震武器，例如2006年菲律宾发生的大地震，还有2010年海地大地震，包括2011年的日本。而距离我们最近的应该就是2023年发生在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大地震。那这就让很多阴谋论者觉着，在这些灾难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高频主动激光的研究项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哈普。那这个项目它主要是研究一种可以在远距离让其他国家发生地震的武器，甚至有些更离奇的说法认为，哈普除了能引发地震之外，还可以控制包括洪水在内的飓风和干旱，也就是等于说可以把整个大自然都变成武器。那据说还可以对人体和心灵进行控制。那这些猜测之前在全世界的互联网上都非常的流行，但对于有科学素养的观众来说，应该可以去判断这些谣言它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对吧？但反过来说，为什么哈普会被认为是气象武器呢？大家好，今天聊地震武器是不是真的存在？那如果使用了会发生什么？那首先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地震武器到底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可以通过高频引发敌对国家出现地震或者海啸的武器。那对于这种阴谋论的说法，目前还是没有任何相关证据的因为按照人类现在的科技能力去看，不要说制造这种武器了，就连简单的预测地震都做不到。但就算这样，还是架不住有很多人去传播这种说法。那甚至有些名人还会认为，在每一个大国的军事基地里都存在类似的武器，那只是这种军事机密它不可能让普通人知道。但你想不到的是，人为真的可以引发大地震，而且这种灾难在历史上确实也出现过，比如1976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发生的 7.3 级地震，还有在2008年发生的8级地震，都被定义成是人工造成的。而且这些说法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那首先，引发乌兹别克斯坦的地震原因竟然是因为在开采天然气儿，而2008年的地震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地壳断层引起的，还有一个说法认为是修建大坝造成的。那这些证据都表明人类确实有能力通过一些手段去引发地震。那尤其是在美苏的冷战期间，其实双方都研发过这种不是常规的武器，包括可以控制天气、地震或者海啸什么的。那这其中，前苏联在公开的资料和解密档案中就制定过一个叫做水星和火山的计划。那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在地下引爆核弹，让目标周围的地下板块变形，然后再一次引爆核弹，让爆炸的冲击波释放地壳应力，从而引发大地震。那虽然这个计划现在已经被冻结了，但也证明地震武器确实被开发过。而有些人他总是能通过一些东西去找到地震武器存在的证据。例如在国际上有一个环境改造武器禁止条约，那它的内容是禁止使用包括地震武器在内的任何气象武器。那如果按照阴谋论的说法，就是所有国家的领导人都知道使用这种武器会对地球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才一起签署了这份条约。那听到这的时候是不是觉得他们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那如果没有自然武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条约？那其实到现在还是会有很多科学家认为，类似这种地震武器在现实中根本是不可能存在的。就像之前说的，我们连预测和地震都做不到，就更不要说在远距离对目标造成地壳断层了。因为在对地震武器和人工地震的实验里就已经被证实了，引发地震只有在非常近的距离才能实现。但神奇的是，有一篇不被认可的论文就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地震机制。那他的说法是，现在主流的板块构造理论其实都是错的，因为造成地震的真正原因是岩石圈中的电子在低温和纤维的作用下引发的。那虽然这个说法一直都没有得到认可，但是在他的论文里我们也能看出来只有在近距离才能引发地震。那这个说法是共同大家都承认的。而我们之前说的哈普，它其实就是一个研究大气电离层的基础实验项目。因为电离层一般都在距离地面上百公里左右的天上，那简单的说，就是大气分子在太阳辐射的影响下分解成了电子和离子的区域。那因为电离层能够反射低频的无线电波，那这种电波它对现在社会的通信和导航其实都有非常大的作用。那所以哈普最开始
始是由美国空军和海军建设运营的，而核心设备都建立在阿拉斯加一个占地14平方公顷的地方，那上面还有180根天线组成的相控阵。那这些天线它可以发射高频的无线电波来加热电离层，之后再去研究电离层的物理特性和基础信息是什么。那听到这些，是不是觉得这些研究跟地震武器没有任何关系，对吧？你想着没错啊，因为哈普跟地震本来就没有一点关系。那阴谋论一直说哈普是研究包括地震在内的气象武器，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早期发布了一个专利。那大概的描述就是如何利用电磁波改变高空的电子状态，而且在使用方法上，据说它可以控制天气或者摧毁导弹。所以美军运营哈普的时候，才会让很多人把这些跟武器联想到一起。但其实在专利上根本就没有提过跟地震有关的信息。而最后哈普的负责人也说了，那这个实验跟自然武器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其实仔细的去看一下，就能发现阴谋论的推测是站不住脚的。那首先，专利中提到的最佳电磁波的频率范围是 0.02 兆赫到 1.8 兆赫，而哈普的发射范围是 2.7 兆赫到10兆赫。那从兆赫上来看，就完全的不匹配了，对吧？再一个，专利中计算的是要想达到武器的这种效果起码需要100吉瓦的功率，而哈普的实际最大功率只有 0.0036 吉瓦。那简单的说一下，类似广东这样大省一年的发电量也就只有100吉瓦时左右，而哈普想要变成气象武器，就需要在一瞬间就必须输出100吉瓦的能量。那我们都知道，维持这种电量的输出是不可能的。但不管我们再怎么分析，哈普是地震武器这个说法已经在很多人的心里扎根了。那确实，电离层它在引发地震的时候会受到影响。那科学家也希望利用这种现象去预测未来的地震。那甚至有些科学家还认为，地震活动可能会激发激光，因为哈普也确实可以影响电离层，甚至产生类似激光的现象。但如果单纯的就从这些事儿里就把哈普跟地震联系在一起，稍微有点片面了。因为就算到了现在2025年，我们还是不知道地震跟电离层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但有一个因果要记住是地震导致了电离层的变化，不是电离层引发了地震。那举一个好玩的例子打开空调，屋里就会很凉快，但屋里凉快不代表空调会自己打开，对吧？那最后，哈普确实进行过军事研究，但地震武器从来都没有被使用过。所以我们以后不管看待任何问题，都要带着自己的思考，要用逻辑去看透事情的本质。